都说钱买不到快乐，但没钱的日子肯定更难熬。与其守着个没用的贵族头衔受穷，还不如当个兜里有钱的普通人。杰奎琳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嘀咕，总觉得这箱子还没装满，可该带的东西明明都放进去了。就在要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差点把最重要的伙伴给忘了。杰奎琳抱起柯林，小声说了句对不起，毕竟在这个看钱的时代，没钱就要拼命干活。他已经拎起箱子，准备去迎接属于他的黄金时代了。杰奎琳这一身打扮，显然是铁了心要走，哪怕顶着个贵族小姐的名，他也不打算在这儿耗着了。沃尔特赶紧追了出来，杰基，你没必要非要离开啊！他还在打感情牌，说自己是教父，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，这层关系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变。杰奎琳笑了笑，叔叔，您的好意我当然知道，我也一直很感激您。沃尔特还是不死心，说正在帮他物色结婚对象，只要再等一等，总能找个好人家。杰奎琳却没当回事，像他现在这样，谁还会愿意娶她呢？杰奎琳摇了摇头，谢谢您的关心，但我现在没心思考虑别的，只想赶紧去赚钱，毕竟我不能让我母亲一辈子寄住在姑妈家里。沃尔特还是想挽留，杰基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母亲的事我也可以负责。杰奎琳还是拒绝了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事我不能答应。现在的世界变样了，我也得学会适应这种生活。沃尔特见劝不动，只能叹了口气，以后要是遇到麻烦，随时回来找我。沃尔特最后问了一句，关于男爵还是没有新消息吗？杰奎琳自嘲地笑了笑，以前总还抱着点希望，现在也该认清现实了。不知不觉都3年了，杰奎琳叹了口气，虽然一直没找到父亲的遗体，但人确实是回不来了。以前总觉得只要不承认，这事就没发生，可现在他想通了，日子总得往前过。沃尔特听完也只能点头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相信男爵也会理解你的。有时候学会放弃，反倒是一种勇敢的选择。马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，杰奎琳看着窗外，心里反复琢磨着那句话：放弃也是一种勇敢吗？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柯林，小声问了一句：柯林，你觉得呢？这一走，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曾经的杰奎琳也是个被捧在手心的小公主，15岁生日那天，父亲亲手把柯林送到了她手上。那时候的日子确实像金子一样灿烂，可谁能想到，好景长短，从来不由人。转眼间，杰奎琳已经坐上了前往新大陆的马车，那个被称为黄金之国的地方，成了所有人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大家都疯了一样往那边赶，觉得只要到了那，就能一夜暴富，改变命运。可现实哪有传闻那么美好？想要拿到那些金币，得先在海上跟老天爷玩命，躲得过海盗，未必躲得过风浪。多少人还没见到黄金，就先被大海给吞了，最后能带着钱回来的，连一半都不到。杰奎琳的父亲也没能躲过这一劫，他这一走，家里的财产全被债主搬空了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杰奎琳家族，一夜之间彻底破产。杰奎琳从云端跌到了泥潭，除了一个落魄小姐的名号，她手里什么都没剩下。马车在路上颠簸着，杰奎琳看着怀里的柯林问：你也觉得沃尔特叔叔说的对吗？柯林当然不会说话，但杰奎琳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你说的对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就要学会把过去给放下，这不过是人生中的又一次选择。杰奎琳已经想通了，既然以前的生活已经碎了，那就干脆把它彻底折叠起来。马车离家乡越来越远，迎接他的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。柯林，你听说了吗？我要去工作的那个庄园，主人叫温莎·普雷斯顿勋爵，外号听着挺吓人的，叫什么黑舰队的恶魔。介绍人跟我说，我是那里的第13个家庭教师，关键是之前那12个竟然在短短2年里全走光了，这频率确实让人心里打鼓。普雷斯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以前在书里看过一句话，说要是把天使和恶魔放在一起，到底谁会更美一点？既然恶魔的一下子偷走人心，那他肯定长得比天使还要迷人。这趟差事怕是没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这就是传闻中那个黑舰队的恶魔。普雷斯顿这一抬头，杰奎琳直接看愣了，这哪是什么恶魔，分明是个帅到发光的贵公子。普雷斯顿开口了，杰奎琳，萨默塞特小姐。这一声问话把杰奎琳从发呆里拽了回来，该有的礼数不能少。杰奎琳赶紧行了个礼，还特意想套个近乎，说亲近的人都叫他杰基，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。普雷斯顿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，叫萨默塞特小姐就行了。这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真是够死板的。还没等他缓过劲来，普雷斯顿又提到了他的父亲。杰奎琳心里咯噔一下，最怕什么就来什么。他是要提家里破产的事，还是想问那些还不清的债？这第一天上班，怕是要直接撞在枪口上了。普雷斯顿没提债的事，反而查起了他的学历。他问：听说你以前在布里斯托尔女子寄宿学校上学？杰奎琳赶紧点头，没错，普雷斯顿大人。普雷斯顿接着问：那里的必修课是大陆史，你成绩怎么样？杰奎琳这下可不虚了，我毕业考试一次性通过的，成绩绝对没问题。看来这位雇主眼里只有工作能力，只要专业过硬，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。普雷斯顿又问：你会几种乐器？杰奎琳如数家珍，钢琴和小提琴都很精通，长笛和大提琴也能上手。本以为这波面试稳了，可普雷斯顿的反应却有点奇怪，他盯着杰奎琳一言不发，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他到底在看什么？难道是刚才哪句话说错了？普雷斯顿对刚才的回答并不满意，他纠正道：比起优秀和精通这种模糊的词，我更喜欢精准的表达。杰奎琳赶紧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在犯嘀咕，这位雇主还真是个难伺候的主。普雷斯顿接着又抛出一个问题，你的艺术造诣够深吗？杰奎琳这回学聪明了，他笃定的回答：当然，我的知识储备非常深厚。听到这个肯定的答复，普雷斯顿终于点了点头，看来这第一关算是勉强过了。他站起身宣布：从现在开始，杰奎琳小姐，
你负责教导我的侄子本杰明。说完，他示意杰奎琳跟上。这面试刚结束，就要直接带他去见学生了。杰奎琳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想让对方像绅士那样牵着自己走，结果普雷斯顿根本没接这茬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他赶紧收回手，掩饰笑意，问普雷斯顿该往哪边走。这职场第一天，真是处处都要小心翼翼。普雷斯顿头也不回的在前面带路，可还没走几步，杰奎琳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这庄园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？普雷斯顿在前面带路，这一敲门，杰奎琳终于见到了正主。屋里坐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，正安安静静的在那看书。普雷斯顿开口叫他本杰明，普雷斯顿，过来打个招呼。这就是杰奎琳要教的学生了，看着倒是个乖巧的孩子。普雷斯顿指着杰奎琳介绍，这是你的新家庭教师。杰奎琳跟着普雷斯顿进屋，第一眼看到本杰明，他就有点挪不动步了。这孩子真的只有6岁吗？长得也太精致了，简直就像是从童话书里直接走出来的小人儿。杰奎琳甚至觉得他比那个柯林还要招人疼。普雷斯顿打破了沉默，本杰明。听到这一声，本杰明手里的书啪的一声合上了。本杰明站得笔直，开口就是标准的贵族礼仪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是本杰明·普雷斯顿。这孩子一板一眼的样子，让杰奎琳有点没反应过来。他又接着补了一句：萨默塞特小姐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这哪像个6岁的孩子，说话做事滴水不漏。杰奎琳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孩子的一举一动简直就像个训练有素的小士兵。说起来，普雷斯顿当上侯爵也没多久，以前他一直在海上当兵，根本没想过要继承家业。原本这个爵位是属于他哥哥杰弗里·普雷斯顿的。杰弗里当年娶了国王的小女儿，后来就有了本杰明。谁能想到杰弗里夫妇突然出了意外，丢下本杰明一个人，孤零零的留在这个世上。就这样，普雷斯顿不得不接手爵位，同时也成了本杰明的监护人。叔侄俩的命运也就此绑在了一起。虽然普雷斯顿接了爵位，但外面的闲话可没停过，贵族们都在背后嘀咕，让他这种人继承家业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原来普雷斯顿的身世一直是个绕不开的污点，私生子这个身份让他根本算不上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就连当今国王也看他不顺眼。尤其是关于本杰明的抚养权，国王是100个不愿意把亲外孙交给这样一个叔叔。现在的普雷斯顿家表面看着风平浪静，实际上和王室的关系早就到了爆发的边缘。杰奎琳心里很清楚，这些豪门恩怨可不是他一个小家庭教师该去操心的事。杰奎琳算是看明白了，普雷斯顿对这孩子的教育那是真的一点没含糊。瞧瞧这站姿，再看看这干净的过头的房间，本杰明这里简直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可这孩子才6岁啊，小年纪就被教得跟他叔叔一样，活脱脱一个守规矩的小士兵。普雷斯顿看他半天没说话，开口问他：杰奎琳小姐，你是有什么话想说吗？这位侯爵大人压根没意识到问题在哪，杰奎琳只能客气地回了一句：没什么。普雷斯顿大人既然来了，该做的还是得做。他弯下腰，正式跟这孩子打了个招呼：你好，本杰明，我是杰奎琳·萨默塞特。杰奎琳想拉近和孩子的距离，他笑着对本杰明说：叫我杰基就好，朋友们平时都这么称呼我。结果这话刚出口，旁边的普雷斯顿就泼了盆冷水，他冷冰冰地提醒：这孩子可是未来的侯爵，杰奎琳小姐，请注意你的分寸。杰奎琳这才发现，从进门到现在，本杰明脸上连个笑模样都没有，这哪像个6岁的孩子啊！普雷斯顿可没打算给他适应的时间，他直接下了死命令，晚饭前把1个月的教学大纲交上来。杰奎琳这下彻底懵了，这还没正式上岗呢，下马威就一个接一个的来。等那位难搞的侯爵大人一走，杰奎琳总算能松口气了。现在屋里就剩他和本杰明2个人，虽然离晚饭时间没多久了，但杰奎琳心里有数，光坐在这儿憋大纲肯定不行，得先跟着孩子套近乎。他试探着问本杰明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这里，结果这孩子半天没反应，看样子是有点犹豫。杰奎琳赶紧换了个招数，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。他说自己刚来这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没人帮忙，恐怕连路都找不着。本杰明还是没说话，只是在那儿抠着手指头。这孩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本杰明最后还是点了头，看来这招示弱还挺管用。这孩子虽然被教的死板，但心肠其实软得很。看着他在前面带路的小背影，杰奎琳心里已经有了数，这孩子本质上是个温柔的人。他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学生了。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，转眼就到了约定的点。普雷斯顿掐着表，1秒钟都没多给。杰奎琳准时出现在书房，把那份赶出来的教学大纲递到了这位侯爵大人面前。这第一关总算是让他给闯过去了。虽然杰奎琳表面上很淡定，其实心里比毕业考试还紧张。不过他对自己这份方案那是相当有信心。普雷斯顿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这气氛压抑的让人想逃。他终于开口叫了他的全名。普雷斯顿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他怀疑杰奎琳是不是听错了要求，可杰奎琳回答的干脆利落，说自己听得明明白白。普雷斯顿指着那份大纲，语气里全是不可思议，因为杰奎琳写的根本不是课本知识，而是要带孩子去野餐，还要帮他盖什么秘密基地，这哪是来当老师的，这分明是来带孩子玩的呀。杰奎琳一点没退缩，直接跟普雷斯顿摊牌了。他说现在比起多背2段书，跟孩子建立信任才是正事。普雷斯顿这脸色一下子就沉下来了，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别让我失望，杰奎琳小姐。这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普雷斯顿也有他的理由，明年本杰明就要去寄宿学校了，在那之前必须得把该学的都学会。
杰奎琳可不吃这一套。他说那些历史和外语等孩子入学了有的是机会学，现在这个年纪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东西。就在他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，普雷斯顿突然叫住了他，这下气氛又变了。普雷斯顿这语气那是相当严肃，他提醒杰奎琳，本杰明可是未来的侯爵，普雷斯顿家的继承人，必须得比所有人都优秀。杰奎琳一听就明白了，两人的想法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不过他可不是职场小白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又拿出了另一份方案。杰奎琳笑着说，我就猜到您可能不喜欢，所以特意准备了第二套方案，毕竟老板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。普雷斯顿拿起来一看，这回总算是点头了，觉得这份方案比刚才那个要靠谱得多。杰奎琳这才松了口气，看来多准备一手果然没错。既然方案通过了，普雷斯顿直接下了命令，让杰奎琳明天就正式上岗，这工作总算是保住了。就在杰奎琳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说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杰奎琳问，之前的那些家庭教师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辞职的？他觉得提前避个雷总没坏处。普雷斯顿沉默了半晌，最后只丢下一句，就算你不想知道，很快也会亲身体会到的。普雷斯顿刚才那番话听得杰奎琳心里直发毛，什么叫不想知道也会体会到？这还没正式入职呢，心里就开始打鼓了。就在这时，管家刚好走了过来，杰奎琳没多逗留，客气了两句就赶紧离开了。他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管家又来汇报了，说东山伯爵已经是第3次发来邀请，问普雷斯顿到底该怎么办。屋里只传出一声叹息，普雷斯顿头都没抬，直接让管家去拒绝掉。杰奎琳在门外听得真切，看来传闻一点都没错，这位大人是真的讨厌社交。就在发愣的时候，女仆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，杰奎琳小姐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杰奎琳赶紧应了一声，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里，除了应付这位古怪的雇主，也就剩下吃饭这点正经事了。杰奎琳对这顿晚餐还挺期待，她主动找话题问本杰明，平时都是这个点吃饭吗？结果这孩子一句话都不敢说，整个人显得特别局促。杰奎琳心里直犯嘀咕，吃个饭而已，本杰明怎么吓成这样？就在这时候，外面传来了通报声，说是侯爵大人到了。杰奎琳下意识看了一眼表，正好7点整，普雷斯顿分秒不差的出现在门口，看来这顿饭注定是吃不安生了。本杰明大着胆子提议，既然杰奎琳小姐在这，不如大家就一起吃顿饭吧。可普雷斯顿根本不领情，反而冷着脸教训起侄子的仪态，说话要大声，别在结尾含含糊糊的。本杰明吓得赶紧改口，杰奎琳在旁边都看呆了，这也太不近人情。结果更觉得还在后面，普雷斯顿丢下一句晚点再吃，竟然直接转头走了。看着这冷清的大长桌，杰奎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男人到底是有多冷血？看着普雷斯顿头也不回的走掉，杰奎琳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再看看对面的本杰明，这孩子头都快低到桌子下面去了，显然是被刚才那尴尬的气氛吓得不轻。杰奎琳赶紧打圆场，看来侯爵大人现在还没胃口，估计是刚才我们聊得不太愉快，他这会儿正闹脾气呢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若无其事地铺好餐巾，想让这压抑的气氛稍微缓和点，毕竟大人之间的别扭，没必要让孩子跟着遭罪。杰奎琳对着孩子笑了笑，示意他别往心里去，赶紧趁热吃饭吧。本杰明愣愣地抬起头，他可能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把父亲的冷脸说成是在闹脾气。本杰明小声解释说，叔叔他从来不随便跟人一起吃饭。杰奎琳听完心里一紧，这孩子竟然还在帮那个冷冰冰的男人找借口。看着本杰明那副懂事的样子，杰奎琳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孩子虽然平时不爱说话，心里其实比谁都体贴。既然这样，那以后本杰明就跟我一起吃吧。杰奎琳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如果普雷斯顿一直都是这个德行，那以前的每一顿饭，这孩子都是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屋里吃的。夜深了，杰奎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全是白天的事。听说在本杰明之前，家里竟然换过12个家庭教师，老是换得这么勤，难怪这孩子的饭桌时间一直过得这么压抑。越想越精神，这觉是彻底睡不着了。杰奎琳干脆闭上眼，开始在心里数羊，1只羊，2只羊，3只羊。数着数着，画面里突然蹦出来一只红色的羊，这颜色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杰奎琳猛地坐了起来，这下好了，越数反而越清醒了。杰奎琳抱着科林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连亲侄子都不陪着吃饭，这普雷斯顿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外面关于这位侯爵的传闻可不少，说他从来不参加社交聚会，在舞会上也绝对不跟女人跳舞，大家都觉得他这人既傲慢又没礼貌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传言恐怕不是空穴来风。越想越清醒，杰奎琳干脆不睡了，打算去弄杯茶喝。谁知道这一出门会不会撞见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大半夜的，这走廊里静得吓人。杰奎琳抱着科林，正身一脚前一脚的往前挪。他低头对着玩偶小声说：“科林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害怕一个人待着啊？说到底，你也还是个小孩子嘛。”其实这话更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。在这种看不见头的长廊里，哪怕只是抱着个毛绒玩具，心里也能有个依靠。人就是这样，走在那种黑漆漆的道上，只要手里能攥着点热乎气，哪怕只有那么一丁点，也能让人觉得没那么慌了。这种漫无目的的感觉，杰奎琳再熟悉不过了。从小到大，他就像一直走在看不见尽头的黑夜里，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。好在运气还算不错，没费多大劲就摸到了厨房，先把科林安顿好，接下来得赶紧弄点热水暖暖身子。就在杰奎琳刚够到水壶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声。这大半夜的，难道除了他，这屋里还有别人没睡？难道是听错了？
杰奎琳刚想继续手里的活，那动静又响了一下，这下他的动作彻底僵住了。不对，绝对不是错觉。他下意识搂紧了怀里的柯林，仿佛这小家伙能给点依靠。杰奎琳壮着胆子问了一句：“谁在那儿？”空荡荡的厨房里没人回应，可就在这黑漆漆的角落里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唰的一下晃了过去。杰奎琳正安慰柯林呢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整个人就被从后面支住了。这一下差点没把他魂吓飞了。紧接着耳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普雷斯顿提醒他：“杰奎琳小姐，现在可不是大声尖叫的时候。”看清来人是谁后，杰奎琳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原来是普雷斯顿大人。可这大半夜的，一个侯爵不在屋里睡觉，跑来厨房干什么？普雷斯顿反倒先开口问他了：“杰奎琳小姐，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面对普雷斯顿的质问，杰奎琳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能支支吾吾的想词儿。关于这位温莎普雷斯顿，外面的传闻可不少，都说他性格古怪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可现在这么近距离一看，杰奎琳倒觉得那些传言恐怕都有水分。眼前的普雷斯顿哪有一点傲慢的样子？杰奎琳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您现在这样，跟本杰明长得真像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普雷斯顿直接没词了，估计这辈子都没人敢这么形容他。之前见他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，现在这么乱糟糟的垂下来，杰奎琳越看越觉得这简直就像棉花糖一样。但也难怪杰奎琳会这么想，没了那层严肃的伪装，他和本杰明那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杰奎琳笑着说：“就像本杰明一样。”这话说的可真够直接的，把堂堂侯爵比作小孩子，估计普雷斯顿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评价。大半夜的，杰奎琳被吓得不轻，他忍不住抱怨：“普雷斯顿大人，下次出现能不能先打个招呼？”见对方盯着自己怀里的柯林，杰奎琳赶紧解释：“你可别误会，不是我胆小，是柯林这小家伙害怕，我才带他出来的。”普雷斯顿就这么看着，也没接话。杰奎琳赶紧转移话题，说自己睡不着想喝茶，顺便问了一句：“您这么晚过来，是有什么需要吗？”结果普雷斯顿说：“只是想来喝口水。”杰奎琳这下可算找着台阶了，赶紧说要帮他去倒。普雷斯顿看着他忙活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不叫女仆过来伺候？”杰奎琳一边倒茶一边说：“大半夜的，为了这点小事把人吵醒，实在没必要。再说了，这种活儿我早就干习惯了。”他顺手也给普雷斯顿倒了一杯。“普雷斯顿大人，您也来点吧。”普雷斯顿这下倒是有点意外，本来以为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没想到她比想象中要皮实得多。普雷斯顿直接把杯子接了过去，他说：“杰奎琳小姐，你没必要这么伺候我，这种小事我自己动手也习惯了。”杰奎琳听完也没跟他客气，既然您这么乐意帮忙，那能不能送我回房间，顺便帮我拿一下柯林？还没等普雷斯顿反应过来，柯林就已经塞到了他手里。杰奎琳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看我这还得端托盘呢。”这下好了，堂堂普雷斯顿大人，大半夜的得抱着个泰迪熊送人回屋了。杰奎琳这算盘打得真响，他说自己实在腾不开手，非要让普雷斯顿帮忙抱柯林。他还故意拿话激对方，说：“堂堂领主大人，总不能看着落难的小姐不管吧？”普雷斯顿听完这话，反问了一句：“落难的小姐？”就在杰奎琳等着他接手的时候，普雷斯顿直接伸手了，但他根本没去碰那个泰迪熊，而是顺势把托盘接了过去。这下杰奎琳彻底没话说了，本来想让对方抱熊，结果现在自己还得抱着柯林跟在后头。普雷斯顿倒是干脆，既然要帮忙，那还是端盘子更合适。这大半夜的，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往房间走去。这茶总算是送到位了，杰奎琳抱着柯林，礼貌递到了声谢。杰奎琳说：“普雷斯顿大人，谢谢您的体贴。”普雷斯顿还是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他说：“以后这种事还是叫女仆来做吧。”杰奎琳也没反驳，顺着他的话应了下来。本以为这尊大佛交代完就要走了，没想到普雷斯顿临出门前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说：“那么祝你有个好梦，杰奎琳小姐。”这一下杰奎琳彻底没反应过来。杰奎琳笑着回了一句：“也祝您晚安，普雷斯顿大人。”等门一关，杰奎琳反倒有点不敢相信，刚才那位冷冰冰的领主居然真的会主动说晚安。他盯着门口小声嘀咕：“这普雷斯顿简直跟本杰明长得一模一样。”他低头问怀里的柯林：“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吧？只要有这层关系在，他就绝对没法拒绝帮我的忙。”杰奎琳抱着柯林，还在回味普雷斯顿那点直来直去的体贴。眨眼到了第二天，这大宅子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杰奎琳带着人正往房间赶，门一敲开，杰奎琳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早安啊，本杰明。”本杰明准时过来打招呼，杰奎琳也笑着回了一句，顺手打发走了身边的女仆。今天的正事是上课，杰奎琳一边走一边教导本杰明。他说欣赏艺术是贵族的必修课，还讲起了什么现实主义和印象派。杰奎琳看着女仆离开，这个叫贝蒂的姑娘看起来确实挺尽职尽责的，但这女仆给人的感觉总觉得没那么简单。杰奎琳还在那滔滔不绝的讲课，可杰奎琳的注意力全在这个贝蒂身上了。等那个碍眼的女仆一走，杰奎琳总算能喘口气了。画面一转，普雷斯顿正准备出门，罗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：“现在有钱人都换上汽车了，大人您家大业大的，怎么还坚持坐马车呢？”普雷斯顿想都没想，为了本杰明的安全，他绝对不会把命交给这种不靠谱的铁疙瘩。正说着，关于杰奎琳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他跟前。罗曼赶紧汇报：“这位杰奎琳小姐在学校可是正儿八经的高材生，口碑一直挺好。虽然因为家里破产被那帮贵族给冷落了，但论起学识和教养，来家里当个老师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看来这普雷斯顿对杰奎琳的底细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。”
罗曼把报告一收，提醒普雷斯顿，国王那边估计很快就要拿钱去砸这位新老师了。普雷斯顿倒是一点不意外，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，这杰奎琳到底能撑多久？别到时候本杰明的课又要因为换老师给耽误了。毕竟在国王的重金诱惑下，还没人能挺得住。之前的12个老师全都在钱面前栽了跟头，普雷斯顿心里也没底，这杰奎琳小姐会不会就是第13个拿钱跑路的人呢？罗曼还是不放心，他甚至担心杰奎琳会为了钱把本杰明给绑了，毕竟之前的教训太惨痛。普雷斯顿倒是挺淡定，让罗曼别在这儿瞎操心。可罗曼还是想不通，这非亲非故的到底凭什么相信他？看着杰奎琳的资料，普雷斯顿心里却有种直觉，也许这个女人真的和那帮见钱眼开的人完全不一样。就在两人还在争论的时候，宅邸2楼突然传出一声惨叫，这声音一响，普雷斯顿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。那可是本杰明的房间。普雷斯顿心里暗骂一声，这帮人的动作比他预想的还要快，难道真被罗曼给说中了？这杰奎琳到底是来绑架的，还是对方派来的间谍？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。听到那声惨叫，普雷斯顿这下是真的急了，他一路横冲直撞，谁挡路就让谁滚开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本杰明，可等他好不容易赶到门口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凉了大半截，地上一大滩鲜红的血迹，这下麻烦彻底闹大了。普雷斯顿最担心的是，难道真的发生了？罗曼听到动静也赶紧跑了过来，结果等他看清屋里的惨状，吓得话都说不全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，叔叔。普雷斯顿转头一看，本杰明和杰奎琳就站在那，虽然人还站着，可他们身上那大片大片的血迹让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了。普雷斯顿看着这一地的红印子，直接质问杰奎琳，今天不是说好要上艺术课吗？怎么把这儿搞得像个案发现场？杰奎琳道是一脸淡定，他说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待本杰明亲自动手，比讲1000遍理论都管用。普雷斯顿可不吃这一套，他指着墙上的涂鸦问，所谓的实操就是放着画布不用去拆架。杰奎琳反而觉得这挺好，说这样才像个小孩住的地方。普雷斯顿的语气彻底沉了下去，这事显然没那么简单。杰奎琳看了一眼旁边的孩子，提议换个地方单独谈，毕竟当着本杰明的面，有些话确实没法摊开说。普雷斯顿没再多废话，转身丢下一句话，半小时后去他房间把这事交代清楚。普雷斯顿看着杰奎琳，这一身花花绿绿的颜料让他根本没法冷静沟通，他冷冷地丢下一句，去把衣服换了再来见我。杰奎琳道是没反驳，乖乖应了一声，就带着本杰明先退下了。半小时后，杰奎琳准时出现在书房，普雷斯顿坐在桌后，显然还在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杰奎琳还是那套说辞，觉得光讲理论没用，直接上手画才能让孩子明白。他觉得普雷斯顿之所以生气，是因为自己没提前打招呼，把这事写进教学计划里。杰奎琳微微低头，为这件没报备的小事道了个歉。可普雷斯顿想要的，真的只是一个道歉吗？普雷斯顿还是想不通，既然要教画画，为什么非要在墙纸上乱涂乱画？难道画布已经装不下他的创意了？杰奎琳听完反而笑了，他说：“普雷斯顿先生，您觉得未来的普雷斯顿侯爵，他的志向和才华是一块小小的画布能装得下的吗？”这话一出，普雷斯顿直接被噎住了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杰奎琳接着问了一个让普雷斯顿完全没想到的问题，他说：“您知道本杰明最喜欢战舰吗？”就在刚才，本杰明拿着画笔在那面昂贵的墙纸上一笔一画勾勒出的，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涂鸦，那是黑舰队里最威风的战舰，是守护这片海域的英雄。本杰明一边画一边说：“这艘船能保护商船，还能把那些坏蛋海盗通通赶跑。”看着孩子眼里闪着光的样子，杰奎琳觉得这面墙毁得简直太值了。可普雷斯顿真的能理解这种所谓的宏大志向吗？杰奎琳继续解释，本杰明平时话不多，可一提到黑舰队，这孩子能拉着他聊1个多小时，不光是战舰，连火车和马车他都如数家珍。普雷斯顿听得直皱眉头，冷冰冰地问了一句，聊这些乱七八糟的，对他的教育能有什么帮助？杰奎琳早就想好了后招，他说下午的课程原本是要教枯燥的诺提安语，为了让孩子不产生抵触心理，他打算用本杰明最感兴趣的话题来作为语言学习的切入点。普雷斯顿这下总算听明白了，他盯着杰奎琳问，所以你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就是在给下午的课做铺垫？杰奎琳一点没退缩，反而笑着反问，普雷斯顿大人，您觉得我做这些难道只是为了自己开心吗？这番话直接把普雷斯顿给僵住了，他沉默了半晌，最后竟然破天荒地表示下午的课他也要亲自过去听。这下轮到杰奎琳愣住了，杰奎琳笑着应了下来，既然普雷斯顿大人想看，那就如您所愿。转眼到了傍晚，这一场教学硬仗总算打完了，杰奎琳整个人瘫在椅子上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一下午过得简直是煎熬，普雷斯顿全程坐在旁边，那眼神就没离开过他，摆明了是想抓他的错处。杰奎琳正打算起身离开，却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他凑近一看，桌上静静地躺着一副眼镜，看这款式和质感，肯定是普雷斯顿落下的。这下可好，本来想赶紧躲开这个男人，结果现在还得亲自给他送回去吗？杰奎琳还没来得及去找普雷斯顿，就撞见管家威廉在那儿急得团团转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东西丢了。杰奎琳走上前，把刚才捡到的一张纸递了过去，问他是不是在找这个。威廉这下总算松了口气，连声向杰奎琳道谢，说要是把这东西弄丢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杰奎琳扫了一眼那张纸，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，难道这府里要办什么大活动？
威廉也没瞒着，说这是为了给本杰明过生日专门准备的宴会名单，而且这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。要知道普雷斯顿平时最讨厌热闹，这次竟然肯为了侄子破例，看来这当叔叔的心里还是有这个孩子的。杰奎琳听完若有所思，他突然想起手里那副眼镜，顺手往脸上一架，想看看这位侯爵大人的视力到底有多差。可这一看，杰奎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镜片看东西怎么清清楚楚的？他一脸不可思议地问威廉：“这眼镜难道没有度数吗？”威廉尴尬地咳嗽了2声，说：“这副眼镜纯粹是为了让侯爵大人看起来更威严，说白了，这就是各装样子的摆设。普雷斯顿这视力好着呢，戴眼镜纯粹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威严、更有派头。”杰奎琳听完都无语了，这男人为了维持贵族形象，还真是够拼的。既然是误会，杰奎琳也没多想，顺手接过眼镜，打算亲自给这位侯爵大人送回去。管家威廉这下总算松了口气，连声向杰奎琳道谢。这烫手山芋总算有人接了。杰奎琳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既然要办这么大的生日宴，该给本杰明准备点什么礼物好呢？正想着，前面传来了只会干活的声音，里茨夫人正忙着布置会场，要求那叫一个高，必须得彰显出家族的地位。杰奎琳盯着那些花看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她走上前问了一句：“难道打算就用这些花来装饰大厅吗？”里茨夫人回过头，一脸疑惑地看着他：“难道这些花还有什么讲究不成？”杰奎琳直接建议：“最好还是把这些花给换了。”这话一出口，气氛一下子就僵住了。这种事在贵族府邸里其实不少见。一个出身名门的家庭教师突然开始插手府里的杂事，这可不只是换花这么简单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看不见的权力较量。一个是贵族出身的教师，一个是平民出身的管家，谁能掌握这府里的实权，全看这一仗谁能赢。里茨夫人这下可坐不住了，当着这么多佣人的面，他要是就这么认了怂，以后在这府里还怎么管人？可杰奎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没词了。杰奎琳解释说，要参加宴会的伯恩斯坦夫人对菊花严重过敏，几年前的一场宴会上就因为吸入了菊花的花粉，结果差点出了人命。当时那位夫人当场就到了，从那以后，只要是她出席的场合，不摆菊花就成了圈子里默认的规矩。虽说这些苏丹草看着漂亮，但它们本质上也是菊花的一种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咱们还是换掉比较稳妥。听说这位夫人在领地待了很久，最近才刚回京城，这次宴会估计是她久违的正式露面了。听完这番话，里茨夫人这下是彻底服气了，这哪是在找茬，这分明是在帮他避坑啊！他赶紧改了态度，客客气气的向杰奎琳道谢。杰奎琳道是一点架子没有，笑着说叫他杰奎琳就行。这名单一拿在手里，杰奎琳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的全是他以前最熟悉的名字，有当年在寄宿学校成天腻在一起的同窗，还有以前在各大舞会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名媛小姐。这些名字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段过去，那时候的他还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贵族千金，可现在呢？物是人非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杰奎琳了，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家庭教师。这一大早，皇室的请柬就送到了桌上，这周末的晚宴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普雷斯顿问：“这周末我都有什么安排？”罗曼赶紧回答：“都是些能推掉的小事，没什么要紧的。”普雷斯顿听完，直接把请柬扔到一边：“那就去给我安排一个绝对推不掉的大事。”罗曼这下真难办了，这已经是回京城以后第5次拒绝国王的邀请了，再这么躲下去，借口可真不够用了。普雷斯顿没说话，看来这次他是铁了心不想露面。普雷斯顿随口就来了一句：“那就告诉国王，这周末是我的葬礼。”罗曼听得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侯爵大人，您这玩笑开的真是一点都不好笑。玩笑归玩笑，眼下的局势可一点都不乐观。罗曼赶紧提醒他，这次国王肯定不会轻易罢休，而且抚养权的官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毕竟大法官是国王任命的，审判长到底听谁的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罗曼还是想劝他低个头，免得最后闹到收不了场。普雷斯顿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这种事只要有了第1次，就会有第2次和第3次，这底线要是退了，以后可就真没法守了。普雷斯顿突然问起海军信条，罗曼连想都没想，绝不向敌人妥协。罗曼还是觉得有点不妥，可国王陛下真的算敌人吗？普雷斯顿盯着那封请柬，只要你低了这一次头，那老头子绝对会得寸进尺。谁也搞不懂国王到底在想什么，明明已经有了亲孙子，却偏偏盯着本杰明不放。这老头子贪得无厌，连王位都不肯传给亲儿子。要是真让本杰明进了宫，王储那边肯定坐不住，到时候这滩浑水可就真没人能全身而退了。毕竟本杰明是王位的第3顺位继承人，这身份实在太敏感，任何变数都得提前防着。罗曼也听出了话外音，难道国王是想拿这孩子当成稳固权力的挡箭牌？普雷斯顿没接这茬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去给我找个厉害的律师，必须是那种连国王都管不着的。就在屋里商量对策的时候，门外突然有了动静，杰奎琳刚要推门，正好撞上了要出来的罗曼。这下可好，刚才那些掉脑袋的话，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。罗曼刚谈完事出来，正好撞见杰奎琳，他倒是挺有眼力见，直接侧身让路，说侯爵就在里面。杰奎琳进屋打了个招呼，普雷斯顿这会儿正对着桌上的信发愁，头也没抬的问了一句：“找他有什么事？”杰奎琳把一副眼镜递了过去，说是看他落在了房间里，想着明天办公肯定的用，就顺手给送过来了。普雷斯顿盯着那副眼镜，这种小事随便打发个佣人送来就行，哪用得着他亲自跑一趟？杰奎琳倒是一点没介意，笑呵呵的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正好要上楼，不过是顺路的事，
普雷斯顿听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客客气气的回了一句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杰奎琳小姐。”杰奎琳道：“是挺大方，直说这都是小事。”他心里估计也在犯嘀咕，像普雷斯顿这么严谨的人，居然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既然东西送到了，他也没打算在这儿多待，客气了一句就准备撤。可这脚还没迈出门槛，普雷斯顿突然开口把他拦下了。杰奎琳回头这一看，还以为他又有什么正经事要交代，结果普雷斯顿憋了半天，就为了祝他明天的课能顺利。这下杰奎琳是真乐了，干脆利落的应了一声，连走路的步子都轻快了不少。杰奎琳刚从屋里出来，心里就开始盘算明天的计划了。既然普雷斯顿都开口祝他顺利，那这出戏他肯定得演得更精彩才行。没错，明天的这堂课他打算按自己的方式来教，这可是个技术活，绝对不能露出半点马脚。毕竟要是被那些老熟人认出来，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他必须得把这层身份死死的捂住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外头的知了叫个不停，这夏天算是彻底到了。杰奎琳带着本杰明在林子里听者蝉鸣，他突然提议，要不亲手抓一只试试。本杰明这下可炸了锅，他板着小脸严肃声明，普雷斯顿家族的继承人绝对不会用手去碰这种东西。杰奎琳看着他这副老成的样子，总觉得两人的角色像是完全反过来了。不过他可没打算就此罢休，笑着跟本杰明打起了包票，反正这儿也没别人，而且他最擅长保守秘密了。本杰明虽然还在纠结自己未来侯爵的身份，但明显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杰奎琳干脆直接放话，说自己会帮他放哨，让他想抓多少就抓多少。本杰明最后还是没顶住诱惑，小声嘟囔着就是那么一下，毕竟小孩子哪有不喜欢玩的。杰奎琳这哨兵当得还挺像样，四下瞅了瞅，确定这附近确实没外人，他心里门儿清。这会儿大伙儿都在忙着筹备晚宴，根本没人有闲工夫来这小树林里盯着他们。要是日子能一直这么清静，倒也挺舒坦的。结果还没等他感慨完，本杰明就在后头喊开了。听这动静，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。杰奎琳刚一回头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本杰明就献宝似的把一个蝉壳直接对到了他跟前。这下好了，刚才还淡定的不行的杰奎琳直接僵在了原地。这一嗓子喊的，整个庄园估计都听见了。原本只是想带孩子放松一下，结果却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普雷斯顿这下是真的火了，在他眼里，堂堂家族继承人居然干出这种戏弄女士的荒唐事，这简直是在丢家族的脸。杰奎琳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，刚才那声尖叫纯属本能反应，可现在本杰明的一个人回屋反省，连晚饭都没得吃了。看着孩子那副委屈的样子，杰奎琳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明明是自己提议去抓蝉的，结果锅全让孩子背了，这下该怎么收场？普雷斯顿叫住了杰奎琳，让他先留一下。进了屋，普雷斯顿这脸色可不太好看，他直接甩出一个问题：到底为什么要让本杰明去碰蝉壳？杰奎琳这回没打算让孩子背锅，他赶紧解释，这事儿跟本杰明没关系，是他允许孩子这么干的。普雷斯顿显然不买账，他倒要听听，这回又是为了哪门子教育目的？杰奎琳只能硬着头皮编，说这其实是一堂自然科学课，毕竟本杰明平时就喜欢研究这些，不管是船还是昆虫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可还没等他把这套理论说完，普雷斯顿就沉着脸打断了他，看这架势，接下来的话恐怕没那么好听了。普雷斯顿根本不听这套，他觉得本杰明以后是要当侯爵的人，哪有闲工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用的玩意儿上。杰奎琳可不这么想，他觉得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，等孩子以后长大了，这些热爱的东西反而能成为他的盔甲。可普雷斯顿看问题的角度现实的让人心凉，在他眼里，只有知识和社交手段才是那个残酷世界里的保命符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杰奎琳心里也明白了，这位大人压根就没打算听他的，再争下去，吃亏的只能是自己。行吧，既然讲不通，那就只能先低头认个错，保证以后不再犯，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普雷斯顿也没再为难，挥挥手就让他走了。杰奎琳现在只想赶紧溜，只要动作够快，应该就不会再被普雷斯顿抓个正着。可还没等他走远，屋里突然传出一声清脆的响动，听着像是茶杯磕碰的声音。就算普雷斯顿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至于弄出这么大动静吧？杰奎琳突然反应过来，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这位大人从来不跟任何人一起吃饭。普雷斯顿这人一向守时，今天却发现晚餐晚了1个小时。威廉推开大门，请他进去。结果刚一进屋，他就发现不对劲了。杰奎琳早就坐在那儿了，他开口第一句就是：“你今天可是迟到了。”杰奎琳直接反客为主，叫住了普雷斯顿。他转头吩咐威廉：“威廉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私事要跟勋爵谈谈。”威廉倒也识趣，应了一声就退了出去。这下屋里没外人了，有些话总算能摊开说了。普雷斯顿抬头看着他：“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”杰奎琳不紧不慢地开了口：“这个嘛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”杰奎琳这回是真不客气，直接把普雷斯顿那些古怪的行为全都摆到了桌面上。他说自己不仅知道原因，甚至还能帮上忙。普雷斯顿倒是一点没慌，他反问杰奎琳小姐：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如先说来听听。”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提到了那个关键人物杰弗里，就是因为他的那份遗嘱，普雷斯顿才有了今天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摇身一变成了侯爵，这种从平民到贵族的跨越，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
杰奎琳这话直接戳到了痛处。普雷斯顿的人生转折太快，根本没时间去学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。杰奎琳说的更绝，那些规矩说白了就是又臭又长的麻烦事。以前那些有钱商人冒出来，贵族们就开始慌了，怕自己的地位保不住，只能靠这些规矩来分高低。本来是为了体面，现在全成了区分阶级的工具。这下普雷斯顿的处境可就尴尬了。这种规矩就是为了排挤新人，让半路出家的人根本跟不上，所以普雷斯顿才一直躲着。不管是跳舞聚会还是吃饭，他生怕自己一个动作不对就成了全城的笑柄。毕竟贵族圈子就这么大，流言蜚语传的比谁都快，名声要是臭了，那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。但躲着也不是个办法，既然坐上了侯爵这个位子，就没法装傻充愣一辈子。这里可是王都，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。杰奎琳最后摊了牌，既然我是普雷斯顿家的家庭教师，那这些所谓的贵族礼仪就由我来亲手教你。杰奎琳直接亮了底牌，说自己这人嘴最严，不管听到什么秘密都能带进棺材里去。普雷斯顿这下没话说了，因为杰奎琳确实精准踩到了他的痛处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一直以来为了躲避社交，他在官司上根本没帮手。要是让国王知道堂堂侯爵连礼仪都搞不定，那他这歌剧演员儿子的出身肯定会被拿出来说事，到时候这爵位能不能保住都难说。可他还是想不通，杰奎琳为什么要帮他。普雷斯顿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？既然杰奎琳主动送上门，肯定是有所图谋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问：杰奎琳小姐，你费这么大劲帮我，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是想要这气派的大宅子，还是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？只要能用钱解决，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。杰奎琳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普雷斯顿倒也大方，让他尽管开口，反正他已经做好了被狮子大开口的准备。结果杰奎琳提的要求简直让人大跌眼镜，他居然说只要以后尊重他的教学方式就行。普雷斯顿听完都愣住了，就这？他忍不住又确认了一遍，你费这么大劲就为了让我尊重你的教学方式？杰奎琳倒是很有自信，他说这笔买卖绝对不亏，虽然他现在手头紧，但好歹也是伯爵家出身，论起贵族圈子里的那些规矩，没人比他更专业。普雷斯顿没说话，手指下意识的在桌上敲了2下，这买卖听着确实划算。可还没等他点头答应，杰奎琳就直接进入角色了。普雷斯顿大人，手指不能敲桌子，手肘也请从桌上拿开。这还没正式开始呢，规矩就已经立上了。看来这位家庭教师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。普雷斯顿这下算是给自己找了个祖宗回来。杰奎琳这番话说的那是相当有底气，他保证能把普雷斯顿调教成一个无可挑剔的绅士。普雷斯顿虽然点头答应了，但心里还是有个问号，既然不图财也不图名，那他费这么大劲到底图什么？杰奎琳给出的理由让所有人都没料到，他说自己这么做全是为了本杰明，因为他来到这儿这么久，从来没见过这孩子露出过真心的笑容。听到这儿，普雷斯顿没再多说什么，他终于伸出手，正式和杰奎琳达成了协议。既然达成了协议，杰奎琳立马就进入了状态。他指着桌上的菜说，这种一次性全摆出来的叫伦西亚风格，而那种一道道上的才是真正的诺提安贵族范儿。他还卖了个关子，说下次再教他更高级的规矩。现在让普雷斯顿先吃饭。普雷斯顿心想，总算能消停会儿了，顺手就把餐巾给抖开了。结果杰奎琳又不乐意了，他说普雷斯顿刚才那动作哪像是在吃饭，这架势简直就像是在战舰上插旗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开饭了。杰奎琳一边说一边立规矩，餐巾得对折，然后斯斯文文地铺在腿上。普雷斯顿这下是真无语了，他闷声回了一句，说自己好歹还知道怎么用餐巾。杰奎琳的教学还在继续，他说放下餐刀的时候，刀刃必须得往里转。普雷斯顿这回学聪明了，直接反问了一句，为什么要朝里？这下可把杰奎琳问住了，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看来这些规矩他也只是照本宣科。规矩还没完，杰奎琳又盯着那碗汤说，绝对不能用勺子刮碗底，但要是碗上有把手，你直接端起来喝都没问题。普雷斯顿更纳闷了，不能刮碗底却能端着喝，这逻辑在哪呢？结果杰奎琳又被问哑火了。这些所谓的贵族礼仪有时候确实挺没道理。好不容易熬到主菜上桌，普雷斯顿刚准备动手，杰奎琳又是一声断喝，普雷斯顿大人，吃鱼绝对不能翻面。这规矩一个接一个，普雷斯顿这顿饭吃的那是相当憋屈，他手里的动作直接僵住了，这哪是在吃饭啊，这简直是在受刑。杰奎琳总算找着个理由，他说鱼要是翻过来看着就太乱了。普雷斯顿这回没反驳，说这个规矩他倒是知道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抱怨，这些礼仪真是又麻烦又没用。没想到杰奎琳这回没抬杠，反而笑着附和了一句，谁说不是呢？聊着聊着，杰奎琳突然问起，普雷斯顿大人，给本杰明的生日礼物选好了吗？普雷斯顿倒是挺干脆，说已经准备好了，是一套皇室历史书全集。杰奎琳听完有点懵，又追问那去年送的是什么？结果普雷斯顿说去年送的是大陆神话全集，他觉得这些都是进寄宿学校前的必读书。这下轮到杰奎琳没话说了，哪有人送孩子生日礼物全是这种大部头的教科书啊？杰奎琳这回是真坐不住了，他主动请缨，说作为家庭教师，能不能帮本杰明挑挑生日礼物？普雷斯顿却一点不领情，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，说礼物已经选好了，难道刚才没听清楚吗？
杰奎琳赶紧解释，他只是想推荐一些孩子真正会喜欢的东西，毕竟送礼物的初衷是为了让收礼的人开心，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他直接把话挑明了，那些历史书和神话全集只是普雷斯顿想送的，本杰明未必真的想要。这话一出口，普雷斯顿直接起身就走，一句话都没留。杰奎琳这下心里没底了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还以为这事儿彻底谈崩了。谁知道普雷斯顿走到门口，突然松了口，让他定好具体的出门时间，他好提前调整日程。看来这块硬石头总算是被说动了。普雷斯顿临走前还特意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虽然语气还是冷冰冰的，但这话里的意思明显是把挑礼物的重任交出去了。杰奎琳这下是真没想到，原本以为这顿饭吃得够呛，结果最后竟然还有这种反转。他赶紧大声应了一句：“没问题，普雷斯顿大人。”这块硬石头总算是撬开了一角。为了给本杰明挑礼物，杰奎琳这回可是做足了准备。他推开房门，兴冲冲地喊着本杰明的名字。杰奎琳笑着问：“那我们现在出发吧？”顺手还帮本杰明理了理草帽。本杰明一脸茫然：“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杰奎琳神秘兮兮地吐出3个字：“去抓蚂蚁。”本杰明一听这话，立马摆出一副小大人的架势。他说：“作为普雷斯顿家族的继承人，可不能把时间花在抓蚂蚁上。”其实这孩子心里一直有个包袱，他早就暗暗发过誓，绝对不能再让叔叔对他感到失望了。杰奎琳直接放出大招，他说普雷斯顿已经点头同意了。本杰明这下彻底懵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杰奎琳笑着解释，普雷斯顿可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昨晚2人聊过之后，他决定尊重这种特别的教学方式。本杰明这下彻底放开了，既然叔叔都不反对，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杰奎琳开始描述宏伟蓝图，只要抓到以后，就能观察他们怎么建立王国。这对小男孩来说简直太有吸引力了。不过以后躲在地下深处，要怎么把他引出来呢？杰奎琳掏出了他的秘密武器，竟然是一块饼干。本杰明还一脸怀疑，结果杰奎琳把饼干捏碎撒在地上，奇迹真的发生了，蚂蚁们排着队全出来了。本杰明盯着地上的饼干渣，总觉得这诱饵对蚂蚁来说个头实在有点太大了。杰奎琳笑着提议：“那我们要不要再多等一会儿？”话音刚落，地上的蚂蚁就开始行动了，他们竟然排着队合力把那块巨大的饼干抬了起来。杰奎琳指着这一幕感叹：“你看，这难道不神奇吗？”他顺势摸了摸本杰明的头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一个人搞不定的，所以像这些蚂蚁一样，找几个能一起吃苦的好朋友，也是未来侯爵必须学会的本事。杰奎琳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心里其实藏着另一番话。虽然这几只蚂蚁保护不了他，但希望这段快乐的回忆能在未来成为他的铠甲。本杰明这回听进去了，他大声回应着杰奎琳，脸上终于露出了这个年纪该有的笑容。虽然最后没能抓到以后，但本杰明一点也不觉得意，因为只要他想，随时都能再见到这位杰奎琳姐姐。刚玩得正开心，一辆马车就停在了面前，这下坏了，正主回来了。杰奎琳赶紧上前打招呼，可本杰明吓得够呛，毕竟刚才还在玩泥巴抓蚂蚁，这会儿撞见叔叔，简直像做坏事被抓了个正着。普雷斯顿着眼神，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，但他竟然没发火，只是冷冰冰地交代了一句，让杰奎琳好好盯着下午的课。我希望下午的课程能顺利进行，不要再出什么岔子。杰奎琳小姐说完这话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反应反倒让杰奎琳有点没摸着头脑，他就这么走了。本杰明这下彻底看呆了，在他心里，能让严厉的叔叔这么好说话，那简直就是奇迹。他小声问了一句：“杰奎琳小姐，难道你是仙女吗？”本杰明一本正经地解释，他在书里看过，仙女能融化最冰冷的心。虽然他赶紧补了一句：“不是说叔叔心肠冷，但这求生欲也是没谁了。”杰奎琳顺着他的话演了下去，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小声叮嘱本杰明：“这可是个大秘密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要是身份暴露了，他就要立刻离开这里，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。”这招对付小孩子简直百试百灵。本杰明哪见过这阵仗，立马拍着胸脯保证，绝对守口如瓶。就在这时，刚出发的马车那边传来了动静，原来是普雷斯顿走得太急，竟然把随身的手杖给落下了。杰奎琳顺手接过了手杖，反正待会儿也要去见他，正好顺路带过去。看着他拿着手杖的样子，在本杰明眼里，这哪是什么普通木棍，这分明就是仙女的魔法棒。不过在去见普雷斯顿之前，还有件更要紧的事，这一身玩泥巴弄的土，总得先洗干净再说。本杰明和杰奎琳这一身泥，果然没逃过管家婆的唠叨，这顿训挨得一点都不冤。另一边，普雷斯顿正对着一桌子的信件发愁，全是些想拉投资、和谈合作的。这贵族的日子看着光鲜，实际上全是琐事。就在这时候，杰奎琳敲门进来了，他手里还拿着那根落下的手杖。杰奎琳笑着提醒：“您的手杖落在马车上了。”普雷斯顿头都没抬，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。杰奎琳这脑子转得快，直接提议要不要一起喝个下午茶，毕竟本杰明的生日宴马上就到了，提前练茶理准没错。普雷斯顿看了看表，离休息时间还剩7分钟，他竟然答应了，说这点时间足够了。看来这块硬石头还真被杰奎琳给撬动了。杰奎琳打发走了女仆，这屋里就剩他们2个了。他摆出一副专业老师的架势，说这宴会上的茶里可是重头戏，普雷斯顿必须得好好练练。杰奎琳先做了个示范，闻香拿杯，动作那叫一个优雅。普雷斯顿虽然平时冷冰冰的，但这会儿居然真的跟着学了起来。杰奎琳还教他怎么说客套话，什么香气扑鼻之类的词儿，张口就来。普雷斯顿这下有点坐不住了，问他是不是教的太随意了点。
杰奎琳根本没理这茬，那些繁文缛节本来就没道理，他直接催着普雷斯顿喝一口试试，这可是检验成果的关键时刻。结果普雷斯顿这一口下去，竟然破天荒的夸了一句好喝，这可把杰奎琳乐坏了。看来这块硬石头总算是在慢慢开窍了。不过这茶里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的宴会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。杰奎琳还在继续念叨，说着放下茶杯的时候，声音一定要轻，绝对不能弄出大动静。普雷斯顿倒是听话，每一个动作都做得规规矩矩，这认真的样子反倒让杰奎琳看愣了神。就在这气氛刚要变微妙的时候，杰奎琳突然一拍脑门，想起件更重要的事，既然是生日宴会，那跳舞肯定是少不了的。普雷斯顿一听这话，眉头立马就皱起来了。在他眼里，跳舞就是那种又麻烦又没意义的社交礼仪。杰奎琳干脆把话挑明了：“普雷斯顿大人，不如你就先试着邀请我吧。”谁知道普雷斯顿这人简直是个话题终结者。他说根本没必要学跳舞，反正也没人想跟他跳。杰奎琳觉得这太离谱了，你可是堂堂侯爵，多少名媛盯着你呢？普雷斯顿直接摊牌了，等本杰明一成年，他就会把爵位传过去，然后自己彻底隐退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没了这层身份，谁还会多看他一眼呢？杰奎琳可不吃这一套，他说：“既然我是你的老师，把你培养成社交界的焦点，就是我的责任。一个连舞都不会跳的绅士，传出去简直是笑话。”他让普雷斯顿别再纠结了，现在立刻请他跳一支舞。普雷斯顿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杰奎琳直接把手伸了过去，问他到底要让女士等多久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普雷斯顿只能乖乖就范。他终于握住了杰奎琳的手，这一牵手，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。这第一支舞到底能不能顺利跳完呢？这手一搭上，杰奎琳才发现普雷斯顿看着挺瘦，其实身材相当结实。普雷斯顿倒是很淡定，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杰奎琳赶紧回过神，说现在没音乐，他会一边数拍子一边带节奏，让普雷斯顿跟着他的动作走。他还夸了一句，说普雷斯顿是军人出身，体力肯定没问题，只要迈开左脚就行。结果这一步迈出去，出大事了。普雷斯顿这一脚直接踢到了杰奎琳腿上，疼得他差点没站稳。普雷斯顿赶紧道歉，杰奎琳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哪是跳舞啊，简直是在练格斗。他只能强打起精神，安慰说第一次难免会出错，咱们再来一遍。谁能想到这第二遍刚开始，普雷斯顿又是一脚踢了过来，这一脚下去，杰奎琳彻底破防了。他忍不住吐槽，普雷斯顿大人，咱们这是在跳舞还是在搏击现场啊？普雷斯顿也挺尴尬，只能一个劲儿的道歉。杰奎琳算是看明白了，让这位爷去宴会上跳舞，那简直是去砸场子的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普雷斯顿倒是一脸淡定，说他早就提醒过了，这舞根本没必要学。杰奎琳还想再抢救一下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脚底下直接打了个滑，眼看就要摔个跟头。普雷斯顿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他捞了回来。这一下，两人的距离近的都能听到心跳声。普雷斯顿赶紧松手道歉，杰奎琳也觉得气氛有点不对，赶紧找个借口说今天的课就到这吧，他得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杰奎琳这一走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画面，被普雷斯顿握过的手心，到现在还烫得厉害，就像着了火一样。另一边的普雷斯顿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刚才那场混乱的舞蹈课对他来说简直像刮了一场暴风雨。杰奎琳这个女人确实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普雷斯顿盯着自己的手，那种触感好像怎么都挥之不去。这一句迟来的道歉，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，到底是在为刚才的失礼赔罪，还是心里已经乱了分寸。一大早，杰奎琳刚推开门，就被门口的小身影吓了一跳。这孩子已经在门口守了1个多小时了。杰奎琳心疼坏了，问他怎么不叫人呢？本杰明一本正经的回答，是叔叔教他的，没经过允许，绝对不能打扰女士的早晨。看来普雷斯顿平时虽然冷冰冰的，家教倒是挺讲究。杰奎琳听完，干脆提议带他去探险。结果刚要出发，正主就出现了。普雷斯顿走过来打招呼，这一大早的，昨晚那种尴尬又微妙的气氛好像还没散干净呢。普雷斯顿这一开口，直接就把气氛给聊死了。他责怪杰奎琳没给个准信，害得本杰明在门口白等了1个小时。这还没完，普雷斯顿甚至开始上纲上线，非说准时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一环，让杰奎琳以后长点记性，别再这么随随便便许诺。杰奎琳听得火大，还得强撑着笑脸客气2句，夸他考虑的真是周全，实际上心里早就翻白眼了。他干脆1秒钟都不想多待，拉起本杰明的手，扭头就走，根本不给普雷斯顿再开口的机会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普雷斯顿站在原地欲言又止，这副反常的样子，连小本杰明都觉得自家的叔叔今天怕不是吃错药了。杰奎琳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想起早上那场闹剧，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幼稚了，现在面对普雷斯顿，尴尬的连头都不敢抬。就在这时候，马车稳稳停下，普雷斯顿先一步下车，动作优雅地伸出了手。普雷斯顿轻声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杰奎琳顺势挽住他的手，这一亮相直接让全场都炸开了锅，周围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大家都在猜普雷斯顿身边这位到底是谁。有人认出了他是杰奎琳，那个名声在外的落魄千金，这两人居然凑到了一起。大家都在打赌，这场看起来极不匹配的组合，到底谁才是那个倒霉蛋？周围那些碎嘴子说的一个比一个难听。普雷斯顿有钱没出身，杰奎琳有出身没钱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俩人就是半斤对8两。杰奎琳倒是淡定，他感觉到普雷斯顿不太对劲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普雷斯顿大人，你还好吧？”杰奎琳自嘲地笑了笑，要是真把这些废话当回事，他早就崩溃了，就像他母亲那样。现在
还得靠吃药才能睡个安稳觉。看着普雷斯顿那副表情，杰奎琳反而安慰起他来，让他别用那种眼神看自己。紧接着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咱们不去大厅，直接上2楼。”这下轮到普雷斯顿愣住了，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普雷斯顿这下是真没招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跟了上来。可看着眼前这乱成一锅粥的场面，他心里那点耐心快磨没了。普雷斯顿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场面，还是有点不相信。萨默塞特小姐，这里真的会有给本杰明的礼物吗？杰奎琳道：“是很有信心。”他说：“这礼物绝对比历史书强多了，毕竟那是普雷斯顿精挑细选的，说是每个上寄宿学校的孩子都得读。”普雷斯顿还在那儿琢磨呢，杰奎琳直接放话：“本杰明肯定会更喜欢这个。”普雷斯顿听完道了声谢，看来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店员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说：“这可是工匠亲手做的玩具，全世界一共就10件，这已经是最后一件了。”既然是最后一件，普雷斯顿二话不说直接买单，把这宝贝礼物收进了怀里，正打算离开呢，杰奎琳赶紧追了上来，手里还攥着一副手套。“普雷斯顿先生，你又把东西给落下了。”杰奎琳也是服了，平时看着挺严谨的一个人，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？眼镜、手杖、手套，下次是不是该把自己也给丢了？普雷斯顿倒是一脸淡定，他说这些小玩意儿都不重要，所以压根没往心里去。杰奎琳听得直瞪眼，这些东西虽然琐碎，但哪件不是出门必备啊？普雷斯顿反问了一句：“只要我不把自己弄丢，不就行了吗？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的往前走，完全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。不过普雷斯顿运气还算不错，因为杰奎琳偏偏是个最细心的人。杰奎琳笑着调侃：“照顾这些丢三落四的人，可是他的拿手好戏。”普雷斯顿听完没接话，这两人并排走在街上，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对当过海军的人来说，风从来都是死对头，他能掀起巨浪，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。可等风暴过去，海面又会变得特别平静。在普雷斯顿眼里，杰奎琳就像这阵风，根本猜不到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见他半天没反应，杰奎琳凑过去问：“普雷斯顿先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普雷斯顿这回倒是想通了，这种预料之外的风吹在身上，好像也挺舒服的。画面一转，回到了庄园，这气氛跟平时可完全不一样。本杰明捧着杯子，心里那叫一个美。在他眼里，杰奎琳简直就是下凡的仙女，要不是有他在中间调和，他哪有机会跟自家叔叔这么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喝茶？普雷斯顿虽然也在喝茶，但心思明显已经飞到别处去了。本杰明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就在这时候，杰奎琳突然放下了杯子，气氛立马就严肃了起来。在宴会开始之前，他得先给这两个人打个预防针。别以为宴会只是去社交，在那儿喜欢你的和讨厌你的全凑一块了，那根本就是个没硝烟的战场。既然本杰明是这次的主角，那接下来的规矩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本杰明乖巧的应了一声。杰奎琳已经提前做好了功课，他仔细研究过宾客名单，发现这次宴会上有几个人必须得格外小心。首先是兰德斯男爵夫妇，几年前他们刚失去了小女儿，所以待会儿见面千万别在他们面前提孩子的事，免得戳人家心窝子。还有那位海恩斯男爵，最近因为投资失败，正愁得不行，生意上的事一个字都别提。不过他倒是特别迷赛马，要是聊起他那匹叫雷霆的爱马，他肯定能跟你聊上一整天。本杰明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把这些细节记在心里。最后杰奎琳提到了索尔特里伯爵，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角色，能不招惹就尽量躲远点。普雷斯顿有些好奇，为什么要对他这么避讳？杰奎琳无奈的解释，那人性格古怪的很，最擅长的事就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可人家毕竟是个伯爵，总不能不给发请帖吧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咱们只能见招拆招，千万不能让他把气氛给毁了。毕竟在这种场合，没必要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要是把这种小人给得罪了，以后的日子恐怕就没那么清静了。普雷斯顿突然开口，直接否定了杰奎琳的避让策略。杰奎琳愣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普雷斯顿勋爵，难道您是想等小麻烦变大吗？”普雷斯顿的眼神冷了下来，他的逻辑很简单，在敌人还没变强之前，就该彻底解决掉，不管是大是小，他绝不会留下任何后患。这话一出，旁边的本杰明听得整个人都亮了，显然是被这种霸气的处事风格给镇住了。杰奎琳赶紧出来打圆场，他告诉本杰明，这种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到底是选择息事宁人，还是斩草除根，全看你自己怎么选。本杰明大声答应着，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杰奎琳出了一身冷汗。这孩子居然挥着拳头说一定要把对方干掉，而且还要干得漂亮。看着本杰明这副样子，杰奎琳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孩子怎么小小年纪说话就透着一股冷酷劲儿，简直跟普雷斯顿一模一样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威廉在外面提醒有客人已经到了。普雷斯顿站起身，准备去迎接这位不速之客。杰奎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，这接下来的宴会恐怕比他预想的还要麻烦。这又是落下了什么东西？杰奎琳看着手里的手帕，简直哭笑不得。本杰明在一旁也看傻了，这位普雷斯顿勋爵平时看着挺稳重，怎么私底下这么丢三落四的？杰奎琳一边走一边数眼镜、手杖、手套、手帕，下次还打算丢点什么？可就在他准备去还东西的时候，走廊那边突然闪过一个身影，杰奎琳赶紧停下了脚步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下事情可变得复杂了。杰奎琳没敢声张，绕开他继续往前走，正好撞见普雷斯顿在那儿翻口袋，看他那样子，估计是刚发现东西丢了。杰奎琳走上前问普雷斯顿勋爵：“您是在找这个吗？”
普雷斯顿停下动作，杰奎琳解释说：“这是您刚才喝茶时落下的，这要是真丢了，待会儿宴会上可就尴尬了。”杰奎琳突然提到了一个名字：詹姆斯·汉密尔顿子爵。他想知道这人为什么会来找普雷斯顿。普雷斯顿反问了一句：“你认识他？”杰奎琳没直接回答，而是问起对方是不是提到了矿山。普雷斯顿这下没话说了，因为对方说的话竟然跟杰奎琳描述的一字不差，什么继承了高纯度铁矿，什么老婆生病急需用钱，还非要说是看中勋爵人品好才愿意私下低价转让。杰奎琳冷笑一声，直接给这人定了性，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至于他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，是因为他父亲当年就吃过这个亏，要不是格林伍德勋爵及时提醒，恐怕连定京都拿不回来。可最让杰奎琳想不通的是，这种本该在监狱里待着的惯犯，怎么会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这儿？杰奎琳接着说，他父亲当年之所以没声张，就是因为丢不起那个人，堂堂一个伯爵，要是被这种低级骗子给耍了，那名声可就全毁了。所以他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，把那些证据一把火全烧了，直到最后都没敢公开真相。杰奎琳一脸严肃地提醒普雷斯顿勋爵，不管那骗子待会儿说什么，您可千万别上当。普雷斯顿听完反倒显得很淡定，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说，杰奎琳小姐，你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多疑，想骗我那他可真是找错人了。他接着说，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排着队来找我谈生意吗？个个都说有发财的机会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商业天才，但也没傻到会去相信那些漏洞百出的谎话。就拿那个詹姆斯·汉密尔顿来说，他说自己刚进城就急匆匆地赶来见我，连考虑的时间都不肯给。可结果呢？他的鞋面干净得发亮，连一点泥星子都没有，这哪像是刚走过泥巴路的人？杰奎琳反问道，那有没有可能他是进门前刚擦过鞋，或者是坐火车过来的？普雷斯顿摇摇头，从汉斯伍德过来的火车一周才跑3趟，今天压根就没车。杰奎琳笑着说，那看来你还挺厉害，至少我不用担心因为老板破产而丢了饭碗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既然你这么疑神疑鬼，那你是不是连我也一起调查了？普雷斯顿没接话，他掏出怀表看了一眼，说已经浪费了9分钟，还有一堆文件等着处理。说完他就直接走了，留下杰奎琳一个人在那儿琢磨，他这到底算是默认了，还是在故意躲着不肯说？刚送走普雷斯顿，里茨夫人就找过来了，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杰奎琳主动问他出了什么事。原来是后天的宴会快到了，里茨夫人想请他去帮忙盯着点准备工作。杰奎琳答应的特别痛快，只要能派上用场，他肯定没二话。可他这一迈步，里茨夫人就愣住了，赶紧提醒他走错了方向。结果杰奎琳却说，他就是要从正门重新走一遍，把自己当成来参加宴会的客人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。看到杰奎琳这么认真，里茨夫人这下总算露出了笑脸。里茨夫人点点头，杰奎琳小姐考虑的真周到，有她在这儿盯着，这次宴会肯定出不了差错。镜头一转，普雷斯顿正坐在书房里忙活，他头也不抬地问，我交代的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站在一旁的罗曼赶紧回答，东西很快就送到。普雷斯顿反问了一句，很快是多久？罗曼这下不敢打马虎眼了，改口说15分钟内准到。普雷斯顿这才算满意。不过罗曼还有个心结，他试探着问，真的不给国王陛下发请帖吗？现在补发音该还来得及。这话刚说完，普雷斯顿猛地一拍桌子，罗曼米勒，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。普雷斯顿冷冷地盯着桌子，听明白了吗？罗曼吓得赶紧立正，大声回答道，明白了，我的主人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仆人隔着门汇报，詹姆斯·汉密尔顿子爵已经在客厅等者了。普雷斯顿应了一声，我这就过去。他刚准备起身，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转头吩咐罗曼，你去把杰奎琳小姐也带到客厅去。客厅里，汉密尔顿子爵正一脸兴奋，他搓着手感叹，真没想到普雷斯顿大人竟然1天之内就给了答复，这笔买卖要是成了，那可真是捡了大便宜。子爵笑的嘴都要合不拢了，可他哪里知道普雷斯顿心里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汉密尔顿子爵这会儿正卖力推销，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普雷斯顿倒是一脸淡定，直接问他东西带齐了没。子爵赶紧把文件递过去，嘴里还不停念叨，要不是为了给夫人治病，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他根本舍不得放手。就在这时候，罗曼带着杰奎琳进来了。杰奎琳刚一进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死死盯着沙发上的男人，显然是认出了对方的身份。普雷斯顿却像没看见一样，还故意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。罗曼把文件递给普雷斯顿，说是矿山的土地契约和报告书。普雷斯顿这招棋显然是故意下给杰奎琳看的。罗曼翻了翻那份契约，随口说了句，这造假手段也太业余了。汉密尔顿子爵一听这话，当场就急眼了，大声质问他到底在胡说什么。罗曼指着文件解释，这上面的签名是100年前的，可这种值50年前才发明出来，时间根本对不上，所以这东西100%是假的。子爵这下彻底慌了，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普雷斯顿突然开口了，他叫了一声杰奎琳，萨默塞特小姐。杰奎琳低声应了一句，可旁边的子爵听到这个姓氏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萨默塞特家的人。普雷斯顿早就留了后手，警察这会儿已经把门口堵死了，至于要不要告这个骗子，全看杰奎琳小姐的心情了。普雷斯顿直接摊牌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要以诈骗罪起诉詹姆斯·汉密尔顿。杰奎琳心里很清楚，虽然只是诈骗未遂，判不了多重的罪，但这件事一旦传出去，堂堂贵族竟然被这种小毛贼给骗了，绝对会变成社交界的笑柄。
到时候家族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头条，父亲积攒了一辈子的名也会跟着扫地。可看普雷斯顿这副样子，他显然根本不在乎这些。这个男人是真的什么都不怕。汉密尔顿子爵这下彻底崩了，嘴里语无伦次地解释着，说这肯定是个大误会，甚至想当场掏钱买个平安。可惜已经晚了，警察这会儿已经推门进屋，带头的督察客气地打了个招呼，说人已经带到了，我是盖尔。鲍德温督察，普雷斯顿大人，久仰大名了。鲍德温督察进屋后开门见山，问到底是哪位要报案。汉密尔顿子爵这会儿瘫在沙发上，连头都不敢抬了。杰奎琳犹豫了一下，普雷斯顿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，这可是他亲手了结这一切的机会。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指着那个骗子说：“我也被这个男人给骗了。既然普雷斯顿已经把路铺好了，那他也没什么好怕的了。这一步迈出去，以前那个胆怯的自己就彻底消失了。”杰奎琳这回是真豁出去了，他当着盖尔的面直接揭开了当年的骗局。他说就是这个男人骗光了他父亲的积蓄后逃跑了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撞个正着。盖尔转头盯着那个男人问：“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这下那人彻底乱了阵脚，只能在那儿语无伦次的狡辩。为了核实身份，盖尔问起他父亲的名字。杰奎琳说：“我父亲是萨默·赛特男爵，可惜他已经去世了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盖尔半天没说出话来。看来萨默·赛特这个姓氏背后藏着不少连盖尔都忌惮的秘密。普雷斯顿这时候站了出来，直接给这件事定了性。他说这人之前还想卖个矿山给他，多亏了杰奎琳提醒，他才没掉进这个坑里。为了不让更多人上当，普雷斯顿决定正式起诉那个骗子。他还拿出了对方伪造的土地证明，这下罪名又多了一项，伪造文书可是重罪。盖尔拿着证据，心里其实挺耐弱的，毕竟在这些贵族眼里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被骗了，通常都选择吃哑巴亏，很少有人会闹到公堂上。所以盖尔对普雷斯顿非常佩服，觉得他能站出来揭发，实在是太有正义感了。可普雷斯顿却摆了摆手，示意盖尔该谢的人不是他。他把手指向身边的杰奎琳说：“你应该向这位萨默·赛特小姐致敬，是她的勇敢，才让这个骗子现了原形。”盖尔听完，立马恭恭敬敬地给杰奎琳行了个礼。这突如其来的尊重让杰奎琳都有点没反应过来。紧接着，盖尔提出了一个关键要求：如果之后开庭需要证人，萨默·赛特小姐，你愿意出庭作证吗？一旦在法庭上开了口，很多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。那些所谓的贵族尊严，还有对父亲名誉的执念，都会像打碎的镜子一样，彻底拼不回来。但杰奎琳已经不在乎了，他看着盖尔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只要能让真相大白。”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普雷斯顿在旁边看着他，眼神里多了几分赞许。倒是罗曼在一旁若有所思，好像还没从刚才的变故里回过神来。这件事告一段落后，日子总算恢复了平静。转眼就到了本杰明的生日，杰奎琳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。他抱着那只叫科林的泰迪熊，笑着对小家伙说：“生日快乐，本杰明。”杰奎琳把准备好的礼物递到了本杰明手里，这就是他之前提到的惊喜。这只叫科林的泰迪熊对杰奎琳来说意义非凡，那是他15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。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形影不离，但从今天起，科林有了新的使命，他要成为本杰明的好朋友。本杰明看着怀里的玩偶，心里其实有点犯嘀咕。作为普雷斯顿家族的继承人，他觉得自己早就不该玩这种小孩子的玩。杰奎琳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凑近了小声告诉他：“本杰明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偶。”本杰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：“难道这只熊也和姐姐一样是仙女吗？”杰奎琳笑着摇了摇头，她说：“每当自己感到疲惫或者孤独的时候，都会把心里话全部告诉科林，因为科林是个非常有耐心的听众，而且他永远会为你保守秘密。”现在他把这份陪伴正式转交给了本杰明。看着怀里的科林，本杰明好像突然明白了这份礼物的重量。在这个规矩森严的家里，他确实太需要一个能说真心话的朋友了。本杰明紧紧抱着科林，小声说了句谢谢。杰奎琳看着这个懂事的孩子，再次祝他生日快乐。能在这个家里得到认可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本杰明笑得很灿烂，他说能遇到杰奎琳真的是太好了。就在这温馨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杰奎琳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赶紧推门出去看个究竟。走廊里，管家威廉正沉着脸训斥一个人，原来是负责派对演出的乐队指挥。威廉语气很重，说今天是本杰明的生日派对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指挥只能一个劲地低头道歉。杰奎琳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，能让这位指挥急成这样？杰奎琳走上前去询问情况，威廉一回头看到是他过来了，脸上的表情更复杂了，看来这麻烦比想象中还要棘手。威廉叹了口气说：“原本请好的钢琴家在路上出了意外，手指骨折了。”杰奎琳吓了一跳，赶紧问：“那钢琴家本人没事吧？”威廉摇摇头说：“人倒是没大碍，可问题是现在去哪儿找替补？等新人赶过来，起码要1个多小时。可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指挥在旁边急得不行，这可是本杰明的生日宴，要是开场没音乐，那普雷斯顿家族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杰奎琳突然开口了：“或许我能帮上忙。”威廉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上下打量着杰奎琳问：“您是说您要亲自上阵？”还没等威廉反应过来，宴会厅的大门已经敞开了。普雷斯顿正忙着招待各位贵宾，谁也没发现原本的演出计划已经悄悄变了。宴会厅里，普雷斯顿正忙着跟索尔特里勋爵寒暄，这种社交场合对他来说，一切
可没那么简单。他脑子里全是之前杰奎琳的叮嘱，倒茶的时候绝对不能出声，更不用担心怎么接话。杰奎琳告诉他，这帮贵族有的是钱和时间，他们自己就能把天聊下去，你只要负责在旁边点头就行。普雷斯顿当时还觉得这教学是不是太敷衍了？杰奎琳倒是一脸自信，说他教人很有水平，等派对开始就知道了。现在看来，杰奎琳确实没吹牛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全场的焦点，连他手里那杯茶都让旁边的贵族赞不绝口。大家都在议论普雷斯顿家族准备的东西，果然都是极品。这气氛烘托到这儿了，接下来就看普雷斯顿的表现了。看着眼前这游刃有余的场面，普雷斯顿总算明白了，杰奎琳这个老师确实是有两把刷子。随着大门缓缓推开，这场重头戏总算要开始了。满屋子的达官显贵都在等着看普雷斯顿家的排场。这时候，有人凑到普雷斯顿耳边说，钢琴家出了意外，只能临时换人上场。普雷斯顿转头看向琴台，就在这一刻，琴声响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坐在那里的竟然是杰奎琳。这一下，全场的目光都被勾过去了。琴声这一响，普雷斯顿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今天这场典礼，本杰明才是主角，可看这架势，小家伙明显是被这场面吓住了。底下全是等着看戏的贵族，这台阶要是走不下去，今天这脸可就丢大了。但他现在根本迈不开腿。威廉还在后边催着，本杰明知道现在是退无可退，绝对不能让叔叔失望。就在这最难熬的时候，背景音乐突然变了，这旋律一响，本杰明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谁能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的竟然会是杰奎琳？杰奎琳这一出手，曲子一响，本杰明心里就有底了。只要他在后面看着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他这步子总算迈开了，这琴声就像在告诉他，别慌，你一定能行。刚才还缩手缩脚的小男孩，现在走得比谁都稳，直接穿过人群站到了最前面。本杰明开口了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这下轮到台下的人傻眼了，谁也没想到这孩子竟然真撑住了场面。海恩斯看着眼前的本杰明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孩子小小年纪，气场竟然比自家那几个强这么多。本杰明礼貌的道谢，海恩斯男爵，谢谢您的夸奖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见见您的那匹名马。海恩斯一听这话了坏了，没问题，随时欢迎你来看他。就在这一片祥和的时候，索尔特里端着酒杯走了过来，这老狐狸心里可没憋好屁，他在旁边冷眼瞧着普雷斯顿家以后到底谁说了算，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，这爵位能不能传给亲侄子，谁也说不准。索尔特里在旁边已经喝高了，大声嚷嚷着，温莎普雷斯顿，你该不会是想把整个家族都吞进自己肚子里吧？旁边的人赶紧劝他，索尔特里大人，您是不是喝多了？索尔特里借着酒劲儿，把大家伙儿心里想的全都给抖落出来了。别装了，在座的各位谁不是这么想的？这酒后吐真言，一下子把宴会的气氛给降到了冰点。索尔特里这么一闹，明摆着是要砸场子。普雷斯顿心里这股火一下子就压不住了。杰奎琳在旁边劝他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就把场面搞得这么僵。普雷斯顿可不这么想，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杰奎琳你错了，这种麻烦就要在变大之前彻底解决。杰奎琳没再多说什么，直接走到了索尔特里面前，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索尔特里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索尔特里喝得醉醺醺的，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萨默塞特家的女儿啊。他打量着杰奎琳，语气里全是嘲讽，听说你现在不光教书，还干起卖艺的活儿了，这行挣得多吗？这话一出口，周围的人全都在交头接耳，大家都在议论这位曾经的大小姐现在竟然落魄成这样了，甚至有人在背后笑话，说她现在穷的全身上下搜不出一个子儿来。这下杰奎琳的处境可真是尴尬到了极点。普雷斯顿在旁边冷眼看着，心里只有一句话，这人的嘴真是没个把门的。杰奎琳倒是一点没生气，反而笑眯眯的开了口，索尔特里大人，3、4年没见，您这爱惹祸的毛病真是一点没变啊。他接着补了一刀，我可还记得当初您因为在宴会上闹事被直接赶出去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人敢请您呢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风向立马变了，刚才还在看杰奎琳笑话的人，现在全都在笑话索尔特里。索尔特里这下脸丢大了，气的话都说不利索，你以为这么羞辱我，我会就这么算了？就在这火药味最浓的时候，沃尔特走了过来，一把按住了索尔特里的肩膀。索尔特里大人，关于运河的事，咱们得好好聊聊了。沃尔特这一露面，连杰奎琳都愣住了，谁能想到这位大人物竟然也在这儿？沃尔特这招围魏救赵玩得漂亮，他直接把索尔特里带走，说是要谈运河的大生意。索尔特里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，但在这种大人物面前，他也只能乖乖跟着走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杰奎琳心里直犯嘀咕，难道是沃尔特叔叔看出了他的窘迫，特意过来解围的？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杰奎琳突然觉得背后凉飕飕的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自己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本杰明。这孩子年纪不大，说话倒是老气横秋。他直接给杰奎琳泼了一盆冷水。杰奎琳小姐，你这下可麻烦了，你把一个小麻烦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大仇人。杰奎琳被这孩子说得一愣一愣的。确实，刚才那一通反击虽然痛快，但索尔特里那种小人以后肯定会变着法子找麻烦。杰奎琳温柔地告诉本杰明，之所以刚才要强出头，就是不想让索尔特里毁了这场生日宴，毕竟今天的主角可是你啊。本杰明这下没话说了，小声递到了声谢，赶紧找个借口跑去招呼客人了。
还没等杰奎琳松口气，普雷斯顿就从后面跟了上来。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明明杰奎琳之前还说惹上索尔特里这种人会很麻烦，怎么刚才自己反倒冲在最前面了？杰奎琳倒是看得透彻，索尔特里在社交界确实有点本事，要是普雷斯顿亲自出面硬刚，那家伙肯定会变着法子在生意上使绊子。但换成他去出头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反正他现在也就是个落魄小姐，索尔特里就算想报复，还能从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呢？普雷斯顿现在心里直打鼓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杰奎琳居然能把每一步都算得死死的。这女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还没等他琢磨透，宴会现场就开始热闹起来了。主持人拍着手，大声宣布：“大家伙儿注意了，现在要揭晓给本杰明的礼物。这头一份大礼，居然是国王陛下亲自送来的。这排场可真够大的。”全场的目光一下子全聚了过去。杰奎琳在旁边笑着说：“我也很期待国王准备了什么。”盖头一掀开，全场都被晃花了眼。国王送的居然是一本金箔装订的王国史，这排场确实够大，毕竟只是个6岁的生日礼，光看这封面的金饰工艺就知道是下了血本的。本杰明表现得很得体，让传话的人替他向国王表达谢意，紧接着就要揭晓下一份礼物。可旁边的普雷斯顿却看出了不对劲，送这种通常是父亲送的史书，还特意包上一层黄眼的金皮，这不明摆着是在针对他吗？要是他也送一样的书，两边一比，他这个当叔叔的脸往哪个？谁能想到堂堂国王竟然会玩这种幼稚的手段？这下普雷斯顿的处境可就有点尴尬了。主持人扯开嗓子大喊，最后压轴的是普雷斯顿准备的礼物。白绸子唰的一下被掀开，全场一下子全愣住了，大家伙儿都在琢磨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本杰明盯着台子，这下可把他给看呆了。识货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竟然是黑舰队的战船模型，这东西可比金皮书有意思多了。本杰明乐坏了，转过头大声喊道：“谢谢叔叔！”看着本杰明那股高兴劲儿，这礼物算是送到了心坎上。普雷斯顿整个人都看呆了。杰奎琳之前就说过，他只是想看着孩子露出真心的笑容，毕竟在这之前谁也没见过本杰明这么开心。杰奎琳凑过来小声说：“怎么样？我就说他肯定会喜欢吧。”看着眼前的杰奎琳，普雷斯顿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。这艘黑舰队战船一亮相，底下的孩子们全坐不住了，一个个撒欢似的往前冲。这可是玩具店里的梦幻一品。本杰明这下急了，平时那个懂礼貌的小绅士，现在恨不得把整个展示柜都抱住，谁也别想碰他的宝贝。这可是叔叔送给他的礼物，在他心里，这比那本金皮书贵重多了。哪怕被小伙伴说小气，他也绝对不撒手。看着这一幕，宾客们也开始小声嘀咕。原以为普雷斯顿对他很严厉，没想到两人的关系竟然这么亲近。大家伙儿都在私下嘀咕，要不是真把这孩子放在心上，普雷斯顿哪能想到送这么合适的礼物？本杰明这会儿正忙着护食呢，谁也别想碰他的宝贝模型。这话题一转，就说到了最关键的抚养权上，大伙儿都在琢磨国王和普雷斯顿最后谁能争得过谁。杰奎琳站在人群里，觉得戏也看够了，是时候该撤了。可还没等他走远，埃文就在后头开口了，他这一嗓子直接喊出了他的全名：杰奎琳·萨默塞特。这一声喊让杰奎琳停下了脚步，埃文居然找过来了。他这一开口问杰奎琳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。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没放弃，说自己写了好多封信，结果全都没回音。等他亲自跑去庄园找人，才发现连房主都换了。看埃文这副肉肉的样子，简直恨不得把这些年的事全补回来。可杰奎琳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他脑子里全是当年的画面，那个男人冷冰冰的警告他，离我儿子远点，以后绝对不许再联系。杰奎琳把话挑明了，既然关系已经断了，就没必要再纠缠下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埃文赶紧解释，当年的婚约被取消，根本不是他的本意，那些寄不出的信就是证明。就在两人拉扯的时候，普雷斯顿在远处盯着，这下情况变得复杂了。为了摆脱家里的控制，埃文这些年也没闲着，他现在自己开了家出版社，还顺手递过去一张名片。出版社？杰奎琳看着手里的名片，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埃文还在那儿感慨，说他正打算去庄园找人，结果就在这儿碰上了，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给的缘分。缘分？杰奎琳心里可没这么乐观，要是让老诺克斯勋爵知道这事，恐怕又是一场大麻烦。毕竟在贵族圈子里，婚姻就是换取权势的筹码，像她这种没权没势的落魄小姐，当年被退婚也是情理之中。杰奎琳正发愁该怎么收场，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普雷斯顿竟然直接走了过来。他这一开口就是要杰奎琳介绍一下身边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普雷斯顿这一露面，杰奎琳这下是真尴尬了，躲是躲不掉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给两边做介绍。这位是埃文，诺克斯伯爵家的长子，另一位则是普雷斯顿大人。埃文倒是挺主动，笑着伸手打了个招呼，普雷斯顿也没失了礼数，客客气气的感谢他来参加宴会。这手虽然是握上了，可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那是怎么藏都藏不住啊。埃文还在这儿客气呢，结果这手一搭上去，情况立马就不对了。这哪是普通的打招呼，这分明是在暗暗较劲。埃文心里直犯嘀咕，听说这位以前在海军待过，这手劲儿真不是开玩笑的。可问题是，这都握了半天了，普雷斯顿怎么一点松手的意思都没有？
看这架势，他是真打算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关键时刻还是杰奎琳反应快，他赶紧凑过去，小声提醒说：“握手时间太长，可就不合礼仪了。”普雷斯顿这才冷着脸松了手，随口客套了一句，转头就带着杰奎琳离开了现场，只留下埃文一个人在那儿发愣。普雷斯顿刚把人带走，杰奎琳也不打算在这儿多待，直接跟埃文提了告辞。埃文这会儿还没死心，赶紧问人家有没有空，想趁机再多聊两句。结果杰奎琳拒绝的干脆利落，说自己还有一堆工作要忙，这下是一点机会都没给留。看着杰奎琳走得这么决绝，埃文站在原地，心里估计还在琢磨这位萨默塞特小姐。夜色下的宅邸灯火通明，杰奎琳独自走在走廊里，刚才意外碰见埃文，让他现在还没缓过劲来。虽然心里早有准备，但这种应酬还是让他觉得心累。正走着呢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试探性的喊了一杰奎琳。杰奎琳下意识回头一看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了萨曼莎。萨曼莎倒是兴奋的不行，直接冲上来打招呼：“我就知道是你，杰奎琳，咱们真的好久没见了。”还没等杰奎琳反应过来，萨曼莎就一把抱住了他。这突如其来的重逢，到底是惊喜还是麻烦呢？萨曼莎拉着杰奎琳的手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你什么时候回首都的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”杰奎琳只能先道歉。萨曼莎道是不介意，只要看到他平安无事就好。可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，萨曼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说那几个人也在这儿，得赶紧带杰奎琳离开。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背后传来了不怀好意的声音，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了。维多利亚带着人走了过来，这语气一听就是来者不善。维多利亚这回是有备而来，身边还带了个帮手。这个女人叫维多利亚，从小就跟杰奎琳不对付，以前她没少找麻烦，还得她父亲沃尔特叔叔跟在后面不停的道歉。杰奎琳本想看在长辈的面子上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可维多利亚一开口就带刺，说原来你真的在给本杰明普雷斯顿当家教啊。他甚至当众嘲讽说杰奎琳家已经彻底没救了。旁边的伊丽莎白也跟着起哄，说这种平民干的苦力活肯定让你受了不少罪吧。既然对方非要在这种场合找茬，杰奎琳也不打算再忍了。面对这种阴阳怪气的嘲讽，杰奎琳倒是挺淡定，随口回了一句多谢关心。维多利亚一听这话，直接冷笑说你哪只耳朵听出来我是在关心你了？眼看气氛越来越僵，萨曼莎赶紧站出来打圆场，劝他们都消消气，毕竟都毕业这么久了，没必要像小时候那样掐个没完。结果维多利亚连他也一起骂，指着萨曼莎的鼻子问：“你怎么还没玩够？非要给人家当个跟班女仆吗？”萨曼莎这下也火了，直接顶了回去，说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朋友，根本不是什么主仆关系。杰奎琳看这架势，知道再闹下去肯定要出事，他赶紧拉住萨曼莎，让他今天先回去，有什么话咱们私下再聊。安抚好朋友之后，杰奎琳转头看向维多利亚，语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。他说：“今天可是普雷斯顿大人的主场，要是你们非要把派对搞砸，那后果自己掂量掂量。最好现在就给我闭嘴。要是你未婚夫看到这一幕，他会怎么想？”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他的未婚夫正好就在不远处。这下维多利亚彻底僵住了。杰奎琳趁热打铁，说：“你要是不想当众丢人，现在就赶紧给我消失。”维多利亚虽然嘴上还硬着，说自己随时奉陪，但这心里明显已经虚了。杰奎琳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，他直接把话挑明了说：“反正我现在名声已经这样了，也就是俗话说的光脚不怕穿鞋的。真要把我逼急了，我现在就能把你头发全揪光。”这股狠劲儿一出来，维多利亚直接被吓得没话说了。杰奎琳最后补了一刀，说：“看在你爸沃尔特叔叔的面子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别再给他老人家丢脸了。”维多利亚这下彻底炸了，他指着杰奎琳大喊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插手我们家的事？”虽然嘴上骂得凶，但他也知道再待下去没好果子吃。临走前还不忘放句狠话，说这笔账他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看着维多利亚气急败坏的背影，萨曼莎也是一脸无奈，这大小姐到底什么时候能懂点事？明明每次都吵不赢，还非要上赶着过来挨骂。杰奎琳没心思再纠缠，他转头跟萨曼莎道了个歉，说自己手头还有活儿要忙，得赶紧先走一步，毕竟今天他是来工作的。刚才那场闹剧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在眼里。萨曼莎虽然被劝走了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，他特意叮嘱杰奎琳说：“既然你现在回来了，过2天我肯定要登门拜访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躲着我。”杰奎琳赶紧笑着答应，说：“那哪能啊，咱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其实他心里也挺感慨，这么多年没见，这份情谊总算还没变。等把萨曼莎也送走之后，杰奎琳总算能喘口气了。刚才那一出接一出的闹剧，真是把他累得够呛。他扶着墙歇了一会儿，心里却一点都不轻松，总觉得今天的派对恐怕还没那么容易收场。杰奎琳还没缓过劲儿来，耳边全是那些刺耳的议论。大家都知道他在给本杰明当家教，甚至还得靠当表演者来糊口。这种只有平民才会干的苦差事，在这些贵族眼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听着这些同情的风凉话，杰奎琳心里只觉得更堵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刚才那一闹，直接把维多利亚这个小麻烦变成了死对头。看着不远处的普雷斯顿，杰奎琳自嘲地摇了摇头，就他现在这副落魄样，哪还有资格去跟普雷斯顿大人搭话？这种心力交瘁的时候，他只想赶紧见到本杰明，或许只有那个小天使的笑容，才能让他暂时忘掉这些烦心事。杰奎琳正往里走，突然听到一阵嘈杂，
结果一抬头就看到本杰明正急得不行，他在那儿拼命喊着不能乱跑，可根本没人理他。这帮熊孩子不仅到处乱窜，甚至还把书当玩具扔。本杰明明显是想维持秩序，可他越是认真，那帮孩子就闹得越凶。这种时候，旁边的保姆竟然还在那儿谈笑风生，完全没打算管这乱象。看着本杰明这副孤立无援的样子，杰奎琳这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看着本杰明在那儿手忙脚乱，杰奎琳心里真不是滋味。这孩子明显是被欺负惨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场面非要彻底失控不可。既然没人管，那这恶人只能由他来当了。杰奎琳深吸一口气，已经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了，他直接扯开嗓门大喊一声：“都给我安静！”这一嗓子下去，刚才还闹翻天的熊孩子们全都被定在了原地，就连本杰明也愣住了。估计他也没见过杰奎琳发这么大火。这帮小贵族平时横惯了，哪见过这种阵仗，一个个心里都在犯嘀咕：他不就是个家教吗？怎么敢在公爵府里这么大声说话？这下子杰奎琳算是彻底成了全场的焦点。本杰明赶紧介绍：“奥克利，这位是杰奎琳小姐。”可那个叫奥克利的男孩根本不买账，一脸傲慢地说：“那又怎么样？他不就是个家教吗？我们家的家教可从来不敢不听我的话。”杰奎琳心里很清楚，这孩子之所以这么狂，无非是仗着自己子爵儿子的身份。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，跟这帮小屁孩计较确实没什么意思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点软的。杰奎琳直接拿出了杀手锏，他笑着对这帮孩子说：“好了，接下来谁要是表现得好，我就给谁发礼物。”这招果然好使，刚才还闹腾的熊孩子一下子全被吸引住了。看来对付这些小贵族，光靠吼是不够的。杰奎琳的家教课这下才算正式开始了。家教课刚开始，杰奎琳就掏出了一大袋糖果，这招能行吗？奥克利一脸不屑，拿这种便宜货就想收买我们？我家里的糖果比这高级多了，只要我开口，爸妈想要多少都能给我买。杰奎琳看着这群小鬼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贵族孩子也是孩子，只要是孩子就逃不过这一招。他当众宣布，以后这些糖果就是给你们的奖励。奥克利嘴上嫌弃，其实心里已经开始较劲了。不过杰奎琳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糖果可不是拿来吃的，而是用来收集的。谁攒下的糖果最多，拿到第一名的话，接下来的奖励才是重头戏。杰奎琳抛出了杀手锏，只要表现好，回家前还有一份神秘大礼。奥利维亚和本杰明这下坐不住了，赶紧追问到底是什么宝贝。奥克利嘴上还硬撑着说自己能拿出更好的。杰奎琳故意卖了个关子，他说这份礼物可是个秘密，而且还是本杰明最心爱的宝贝。本杰明这下也愣住了，难道是叔叔送的那份生日礼物？杰奎琳这一招直接把所有孩子的胃口都吊起来了。奥利维亚和奥克利急得不行，到底怎么才能拿到糖果？杰奎琳给出了条件，谁听话就给谁。看着满地乱扔的书本和衣服，杰奎琳指了指地板，想拿奖励那就先从收拾屋子开始吧。杰奎琳这一招果然好使，刚才还乱成一团的小鬼们现在全都在乖乖干活。杰奎琳走到奥克利身边，奥克利和朋友们一起攒糖果，难道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他笑着发出邀请，要是你也能加入进来，那就太棒了。奥克利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乖乖跟着大家一起动手。没过多久，原本乱糟糟的房间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杰奎琳对大家的表现很满意，既然屋子收拾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安静做好听故事吧。旁边的女仆们都看傻了，这还是那群让人头疼的小祖宗吗？杰奎琳翻开书本，从前有那么一个地方，4个孩子排排坐，听的那叫一个认真。谁能想到杰奎琳只用了几颗糖果，就让这群混世魔王彻底变了样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杰奎琳的这堂家教课总算到了揭晓结果的时候。这个黑发小男孩成了最后的赢家，瞧他那得意的样子，简直像是赢得了全世界。旁边的奥利维亚和奥克利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，早知道刚才多干点活，既然拿了第1名，那说好的神秘大礼呢？杰奎琳道也干脆直接把准备好的红盒子递了过去，连本杰明都在旁边盯着，他也想看看杰奎琳到底准备了什么。大家都围了上来，催着赶紧把盒子拆开。随着盒子缓缓打开，真相终于大白了。谁能想到这所谓的神秘大礼竟然是一只大甲虫？这下全场都安静了，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个蝉蜕。杰奎琳赶紧跟本杰明打招呼，说不好意思啊，没商量就把你发现的宝贝送人了。他这是想让本杰明学会分享，把那份快乐分给小伙伴，还答应以后再陪他找个更好的。本杰明这下全明白了，看着奥利维亚和奥克利在那儿稀罕的不行，他心里也通透了，这些养尊处优的小少爷小小姐哪见过这种山里的稀罕玩意儿。黑发男孩抱着盒子不撒手，大声宣布这宝贝以后归他了。本杰明突然觉得遇到杰奎琳真是件幸事，要不是他，自己哪能体会到这些乐趣？他主动开口道谢，这小脾气算是彻底被收服了。杰奎琳还不忘逗他一句，说你拿那艘大船换个蝉蜕，这买卖到底亏不亏？这下孩子们是彻底被折服了。本杰明，你这老师真是不简单啊！本杰明一脸自豪，那当然，他可是杰奎琳小姐。奥利维亚也凑了过来，主动跟本杰明套近乎，说以后叫他奥利就行。本杰明这小绅士派头一下子就拿出来了，两人直接握手言和。奥利维亚还惦记着那蝉蜕呢，问下次能不能再来玩，想跟着本杰明一起去寻宝。这下可好，奥克利他们也坐不住了，一个个争着抢着要加入，全成了杰奎琳的小跟班。忙活了一整天，天色总算是黑透了，可就在这大半夜的，杰奎琳居然自己跑出来干活。
结果正撞上还没休息的普斯顿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两人撞个正着。杰奎琳赶紧解释说，大家收拾派对残局都累坏了，实在不想这时候把人吵醒。普雷斯顿听完，倒也没多说什么。杰奎琳话锋一转，开始夸起普雷斯顿来，说他今天表现得特别好，从头到尾都挑不出毛病。普雷斯顿这回倒是挺谦虚，说这全是托了老师教得好的福，这功劳他是一点没往自己身上揽。杰奎琳也是个爽快人，直接就把这夸奖给接下了。毕竟教出这么个学生，确实值得骄傲。普雷斯顿这下没忍住，嘴角微微动了动，这难得一见的反应让杰奎琳都看愣了。谁能想到，平时总是一板一眼的普斯顿，竟然也有这么好说话的时候。普雷斯顿突然想起个事儿，说今天那些孩子回家的时候，动静闹得可真够大的，是不是出什么状况了？杰奎琳笑了笑，说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顺手帮本杰明交了几个真心朋友。他还特意提了一句，说不定那个小小的蝉蜕以后真能保住本杰明呢，等他将来成了侯爵，这可都是人脉。普雷斯顿这下是真没听懂，一个蝉蜕而已，能跟前途扯上什么关系？杰奎琳解释道，本杰明今天认识的那个奥利维亚，他奶奶可是社交界的大人物，甚至传闻跟皇室的关系比谁都要深厚。要是这两个孩子能因为找蝉蜕这种小事玩到一起，那这交情可就稳了。普雷斯顿听完直接愣住了，谁能想到一个随手捡来的蝉蜕竟然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？普雷斯顿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，杰奎琳这一步棋走的确实是高，要是能借此拉拢张伯伦家族，本杰明以后在贵族圈那可就有了最硬的靠山。普雷斯顿甚至想得更远，说不定以后连本杰明的婚事都能顺便定下，直接给这俩孩子凑成一对。可就在气氛正好的时候，普雷斯顿嘴里突然蹦出一个名字，埃文·诺克斯。杰奎琳听得一愣，赶紧追问怎么了，结果普雷斯顿一下子就沉默了，他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，只说了句没什么，这明摆着是有事儿瞒着呀。普雷斯顿这下是真后悔了，刚才那话要是真说出来，这局面可就彻底收不回来了。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差点把那种话给说出来？这要是让杰奎琳听见，两人的关系怕是再也回不去了。这回他是真的彻底乱了阵脚。